夫妻对拜。我嫁给了3年前刺杀我的杀手。3年前，他将我逼下悬崖，就算跳下去搏一笔命，也绝不会落在你们手里受辱。却又救我，护我。失忆后的我，为报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。恢复记忆后，我以为这是他羞辱我的手段，一把火烧毁了院子，却没想到他对我竟是真心的。生辰快乐！哎呦，芝兰啊，又给家里的买好吃的呢。咱们这几条街，就属芝兰命好，找了个那么体贴温柔的俊夫君。夫君，温柔夫君。可我记得3年前刺杀我的凶手正是我的夫君。娘子，你这是？方才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无事。你帮我把菜拎回去吧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东西没有买。娘子，多亏我摔了一跤，脑袋磕到了路边石头，我全想起来了。我叫程芝兰，是礼部尚书家的嫡女。3年前，我与4皇子定了亲。成亲前，母亲带我去郊外普灵寺上香，回来时却遭到了一批杀手刺杀。想抓活的，做梦！就算跳下去搏一笔命，也绝不会落在你们手里受辱。人面兽心的畜生，我竟然跟个杀手当了3年夫妻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3年的日子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记不清了？不行，这里太偏了，我现在跑，不出半个时辰就会被他追上。他杀人不眨眼，要是被他发现我想逃，那一剑一定会直接刺过来。我得争取时间，不能硬跑，得先想办法让他动不了。老板，我要买药。兰娘子啊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？要抓什么方子？我家明儿要杀猪，我这人天生心软，听不得那叫声，也见不得太血腥的场面，寻思着能不能跟您这儿买点蒙汗药。蒙汗药？兰娘子，你这是想把猪药晕了再杀？是啊，药晕了杀，也省得他乱窜，您说是不？成吧，蒙汗药在这儿。兰娘子拿好。我正要去寻娘子呢。寻我做什么？我又不是孩子，怎会找不到家呢？我下厨煮2碗面吧，你去等一会儿，很快就好。娘子，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什么？娘子鲜少下厨，平日都是我来的，今日怎么心血来潮想下厨了？那我去扫地。家务也都是为夫做的。失忆这3年，我一直被这个杀手伺候着。娘子去休息吧，我去做饭。得快点，必须找个机会把药下了。夫君，你辛苦了，你去坐着吧，剩下的我来。好，那就辛苦娘子了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千万不能出岔子。
晕了。我下不了手，直接杀人我办不到。可你这种杀手实在可恶，不杀你，我心头这口气怎么消得下去？我是这么大，他应该活不了了。小姐，小姐您回来了，快来人呐！小姐终于回来了。才3年不见，阿爹阿娘怎么像老了10岁？我的兰儿，你这是要了阿娘的命啊！兰儿，这3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跌落山崖后失忆了，一直被山下的一户农家收留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失踪后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。当时我们相信你还活着，对外只声称你突发疾病，送去了南方老家休养。既然你如今回来了，我们就挑个吉日，在府里为你办场探春宴。全凭阿爹做主。兰儿，还没睡吧？我让厨房炖了安神的羹汤，你喝一碗再睡。劳烦阿母挂心了。瘦了，这3年你在外面一定吃了好多苦，都怪阿娘不好，没保护好你。这3年，我和你爹每天都在想你，夜里常常惊醒，总觉得你就在门外喊我。阿娘，我好想你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回来就好。这是你失踪前我给你做的，本来想着你出嫁前穿的，你试试看看还合不合身。阿娘，爹娘越是对这3年绝口不提，我心里就越慌。那个骗我做了3年夫妻的杀手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这个秘密必须烂在肚子里。阿爹，兰儿心中有个结，不得不问。你说3年前在普营寺郊外，那批刺杀我的杀手，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是大皇子，竟真的是他！他与四皇子素来不和，为了那个位子早已斗红了眼，而你就是他们博弈最大的变数。当初圣上已许你做四皇子正妃，我与背后文臣寒门自会全数站在他那边。大皇子就是为了断这股助力，才敢在天子脚下对你出手。他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失踪3年，生死未卜，你与四皇子原本板上钉钉的亲事，自然也就不作数了。阿爹，女儿熬了碗乌鸡汤，您尝尝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爹，女儿还有一事不明。大皇子既然敢在郊外动手，绝不会轻易留下破绽。你们是如何查到的？谈何容易！唉，在你失踪后，我和四皇子追查了整整2年，才终于查到了一点线索。兰儿，四皇子秦顺1年前已娶宋太傅嫡次女为正妃。听说他们如今举案齐眉，
秦顺待他极为体贴。当初互通心意时，他也说过非我不娶。若没那场意外，我确实早该是他的妻。阿娘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不怕，兰儿不怕。老爷，祸事了！对门的户部侍郎蒋家被锦衣卫抄家了。因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但蒋侍郎这次是真的翻不掉身了。何出此言？因为带队来抄家的是裴鹤渊。裴鹤渊是谁？说不得他的名字。兰儿，你记住，他是朝廷最狠厉的鹰犬，是杀人不眨眼的阎罗，切莫招惹他。指挥使大人，怎么会是他？娘子，别来无恙。快把门关死，扣上重门锁！快呀！兰儿，别怕，这裴鹤渊虽说是杀人不眨眼的阎罗，但他办事向来讲究个由头。阿娘，若是已经招惹了呢？咱们程家向来清正，只要以后不主动去招惹那种狠戾人物，定能平安无事。兰儿，听阿母的，回后院歇着，关起门来就再没瓜葛了。没瓜葛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小姐，您都翻了快2个时辰了，可是睡得不安稳。清河，你说这世上会不会有人，即便进了火场也能活下来？小姐，您这是说什么梦话呢？那除非是老天爷不收。老天爷不收，那他回来就是要收别人的命了。水里好冷。趴在我背上，我身上暖。这是10两银子，你务必要将她照顾好了，每日的药要煎透，别让她着凉。郎君放心，拿了您的银子，我定把这小娘子当亲闺女疼。不准走！乖，我去就回。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怎么做的这么慢？这金鱼灯的尾巴都要被你扎歪了，哪里精致了？娘子，你都催了3个时辰了，手上动作快不了。鹤渊，你这人脾气怎么就这么好啊？我这么作践你，你也不恼？娘子，那把火烧得我好疼啊！是梦，只是个梦。喝点水。
把窗子关。怎么，做噩梦了？躲什么？这反应，难不成是做噩梦梦到我了？看来还真是梦见我了。救命！嘘，别出声。你也不想你爹娘陷入危险里吧？这个无耻之徒！裴鹤渊，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半夜潜入官宦家眷闺房，行此苟且之事，当真是无耻之徒！别出声，你若安分，我便不动你。你少在这装出一副深情模样。裴鹤渊，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。哦？什么秘密？锦衣卫只能听天子一人的号令，可你3年前却成了大皇子的走狗。你帮大皇子杀我，我这就去告御状，让你这指挥使当不成。听起来确实挺唬人的。若裴某真是个胆小的，怕是这会儿该给程大小姐跪下求饶了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，无话可说了？兰儿，你确实聪明，我承认，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锦衣卫。不过有一点你可想错了，我可没有为大皇子办事。你是说大皇子只是个幌子？能精准掌握你行踪，又能请动我出手的，从来不是大皇子，是你心心念念的未婚夫四皇子秦氏。他这是一箭3雕，把脏水泼给大皇子，让你爹因愧疚带着整个文官集团死心塌地帮他，还顺便娶了宋太傅的女儿，牺牲你一个，换他名利双收。这笔账他算得太精了。闭嘴！秦树不是好人，你更恶心。骂得好，小人最擅长趁人之危。你爹现在还把秦氏当贤婿，毫无防备地把程家全投进了他的阵营。可他不知道，自己早就是秦氏的妻子了。你说什么？秦氏要对我爹动手？锦衣卫的密折上现在写的就是程尚书的名字。那么，程小姐想不想救救你的父亲？裴鹤渊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跟程小姐把那场火没烧完的夫妻缘分继续续下去。裴鹤渊，你这个无耻的登徒子，趁火打劫的小人！你如今位高权重，却背着旧主深夜造访，就不怕四殿下秦训要了你的命？从你活着踏进京城大门的那一刻起，秦训看我的眼神就已经藏着刀子了。所以你就2面3刀另寻靠山？裴大人的底线真是低得让人叹为观止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比起秦顺那只多疑的家犬，我自然要找更大的靠山。等等，当年在崖边，你为什么没杀我？若我说我对程小姐一见钟情了，你信吗？疯子，10句话里没一句能信。小姐，您这一大早就在这儿转了10几个来回了，可是要寻老爷。我爹呢？老爷被四殿下那边的人请走了。又去见秦训，不行，我得拦住他。我爹太轴了，秦训哪是在提拔他，分明是拿他顶缸。小姐，老爷吩咐了不让您乱跑，说外面乱得很。小姐，咱们先回屋吧，老爷也许被留在那边用午饭了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。裴鹤轩那种小人虽然可恶，但他没必要拿我爹的前程撒谎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小姐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我爹呢？老爷被大理寺的人带走了。快去查怎么回事！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小的打听清楚了，前些日子被锦衣卫抓走的蒋侍郎，
在大理寺里没扛过大刑，受不住罪，全招了。这蒋侍郎招认说他贪污税银50万两，大理寺说这远非他一家之力能吞下。50万两，那是抄家灭族的死罪呀！招供名单拉出来很长一吹，可谁能想到那第一个名字竟然就是老爷！胡说！这定是那蒋侍郎在胡乱攀咬。老爷平日里最是清廉，连他送的礼都悉数退回去，怎会和他合谋？他是想拉个够分量的人垫背，好在那群恶狼嘴里换他蒋家一线生机。小姐，夫人跑了一整天，脚趾头都磨破了。可往日里那些跟老爷交好的同僚，竟没一个肯露面的。他们那是躲瘟神呢。兰儿，咱们家这次是真的孤立无援了。我的兰儿，你若是出了事，究竟咱们孤儿母可怎么活？你要去哪儿？去抄家。冒着雨跑来拦我，可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裴大人，我答应你。那就乖乖回去等着吧。接下来的事，裴某自会办妥。趁人之危，裴大人就这么高兴？当然，能趁人之危，那也是我的本事。叫！程夫人莫急，程大人只是受了些皮肉伤，毕竟进了大理寺，按规矩审讯是卑职的职责，还望夫人见谅。见谅？审讯审到要抬着回来，我程家记下了。既然人已送到，那卑职便回司复命了。快抬进去！阿娘，让我进去看看爹，我带了止血的。兰儿，听话。你爹在房里退医上药，眼下衣衫不整的，你个没出阁的姑娘家先别进去。爹他伤得很重吗？皮开肉绽的，你爹那身子骨哪经得住这么折腾？别在门口守着了，娘去陪你爹。瞧瞧，咱们费了这么大劲把人弄回来，那位程大小姐连正眼都没瞧咱们一眼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老大图什么？他心仪的姑娘好像压根儿不心仪他呀，连问都不问一句老大的情况。可怜咱们老大，为了替程尚书压下那些证据，硬是落了个擅用职权的罪名，被陛下亲赐了30庭鞭。我看老大的伤可比程大人重多了。结果呢，人家程府现在只顾着心疼自家老爷，谁管老大的死活？送回去了。问你话呢，在门口没说些不该说的吧？兰儿，你强迫我与你做夫妻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这般讲究。裴大人，现在又是在装什么？刚才在回廊拐角，那2个锦衣卫说的话，也是你特意吩咐的吧？故意让我听见你受了30庭扎，让我成你的情。裴和元，你算计的还真准。被你发现了，没办法，苦肉计总要演全套才好。这是我从回春堂买来的药，好好养伤吧。我走了。唉，舍身救岳丈，到头来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凄凉啊！我不是不守信用的人，你好好养伤，我等着你来提亲。小姐，您可算出来了。这北镇抚司进进出出全是带刀的，吓死奴婢了。那位裴大人，他没怎么着您吧？他能怎么着我？他现在受了重伤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。那您脸色怎么比进去时还难看？奴婢早就说，那种杀人不眨眼的阎罗，咱们避之唯恐不及。
您对他不一直是恨之入骨吗？以前我也这么觉得，觉得他死有余辜。可这2天，我总是梦见失忆的那3年。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恩公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干脆以身相许好了。裴鹤元，你快去修啊！做的这么慢，你是想冻死我吗？方才我说是他强迫我，他什么也没说就认了，半句没提当初是我求他留下，醉酒缠他，3年里对他颐指气使。为什么？是在顾及我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吗？他杀了我，也救了我，欺骗了我，又施恩于我，这人真是可恶。管家，劳烦通传一声，下官特意寻了百年老参，来给尚书大人补补身子。是啊，尚书大人官复原职，真是圣恩浩荡，咱们这些做同僚的心里也踏实了。2位大人前几日不是抱病在身，就是远在郊外，怎么今日这病全好了？程大小姐，误会，那都是误会。管家，落锁。是，小姐。传我的话，我爹伤重，需要兴养。从今往后，尚书府细嚼剑客，谁要是再在门口吵闹，直接送去大理寺，问个扰乱清梦之罪。小姐，您都看了3天了，老爷的伤已经好全了，您怎么反倒更发愁了？清河，你过来，你看这几份名单，看出什么没？奴婢不识字，只觉得名字密密麻麻的。这些全是这年来我爹亲手弹劾过的人，大多是大皇子的党羽和他的外戚。那不是说明老爷帮了4殿下大忙吗？忙？是啊，忙得我爹得罪了满朝文武。可你看这一份，大皇子和4皇子竟然在私下里接触，想要停火。他们斗成那样，怎么会停火？因为他们怕斗到最后2败俱伤，让别的皇子捡了便宜。为了休战，必须有个诚意。我爹就是他的诚意。这些年为他冲锋陷战，早被大皇子恨透了。秦氏就把他送给大皇子出气，坏休战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是4殿下故意让老爷进大理寺受刑？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权势真的能让一个人变成怪物。3年前他可以牺牲我，3年后他就能牺牲我爹。清河，你怕不怕？奴婢怕。这京城怎么跟吃人的妖怪似的？小姐，咱们还能怎么办？在这吃人的皇城，若没有更狠的人护着，随时都会被拆吃入腹。我想救我爹，想保住程家，可我不知道这种风云诡谲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小姐，您瞧老爷这阵仗，连翰林院家的2公子和兵部的小郎子都请来了。阿爹这是怕了，他怕自己沉下去的时候拉不住我，才急着把我送走。老爷也是心疼您，回京这段日子家里就没消停过。当今圣上励精图治，我等身为臣子，自当为黎民请命，为江山社稷分忧。听见没？这位公子说要为黎民请命，可刚才进门时，连被风吹起的袍角都要身边的书童去扶。这种人护得住谁？子曰：为整以德，譬如北辰。清河，不等了，我想去跟我爹说清楚，没必要找这些庸人来凑数。小姐，是宁远伯府的陈彦行，那个虐待死小妾的陈2公子，他怎么敢来？仗着大皇子的那点姻亲关系，真当这京城没王法了？小公爷，今日老夫并未下帖请伯府，你如此不请自来，所谓何事？程大小姐待嫁闺中，我陈某人自然是来自荐枕席的。您看，这不也是一桩美事？程小姐花容月貌，可惜20有1，在京城早是老姑娘。不过我不嫌弃，谁让本小公爷心肠软？陈彦行，你放肆！小姐，这陈2公子分明是来折辱人的，他是看准了我爹刚复职，根基不稳，故意来当众撕程家的脸皮。
3年前他被追杀失踪3年，孤男寡女在荒野，清白有没有我不管，可京城除了我，谁敢要这名声尽毁的残花败柳？你上哪儿找我这么通情达理的女婿？小姐，您别冲动，老爷会处理的。他竟然敢当众毁我清誉！滚！再不滚，老夫拼了这顶官帽，也要去圣上面前参你！脸面，你们程家的破鞋都不要脸，还管我？你个不要命的绝户狗，敢踹本宫爷，老子要灭你全家！痛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小姐，是裴大人，他这下手也太狠了，那可是宁远伯府的嫡子。怕什么？在这京城，除了皇上，还有谁能管得住北战复苏的活烟龙？裴鹤渊，小公爷真是好兴致，怎么大白天的非要趴在城府的地上打滚？哟，这脸怎么烂了？若是再不赶紧去治，怕是会留下这辈子都除不掉的疤呀！我这就去治，这就去。智慧使大人，大人今日亲临寒舍，这是？晚辈裴鹤渊，听闻今日城府设宴择婿，斗胆请大人给一个机会，容晚辈一试。小姐，我是不是听差了？那位杀人不眨眼的裴大人，竟然在跟老爷求亲。他在紧张。那样嚣张恣意的人，站在这儿竟像个等候夫子训话的学童。他是认真的。兰儿，今日之事闹成这样，非我所愿。但那裴鹤元，今日你也见了不少好儿郎，有翰林院的才子，也有军门的后俊，你可有看中的？裴鹤渊，兰儿，你可知他是天子的刀，是孤臣，嫁给他以后就只能在刀尖上过日子了。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爹。现在的京城局势复杂，唯有他能保住我们程家。我愿意嫁给他。岳父这一步棋走得实在高明，晚辈受教了。你这棋路诡谲，却不阴毒，倒是个能成事的。小姐，您瞧那位裴大人，坐在老爷面前，倒像个乖巧的晚辈。能在北镇抚司坐稳位子的人，果然最擅长变脸。可奴婢听前厅的小厮说，裴大人每次来都带了不少好东西，夫人都被他哄得整日笑呵呵的。小薰听说岳母大人近来睡眠不安，特地寻了些南海的安神珠，配在这步摇里。哎呦，鹤渊这孩子真是有心了，这些东西啊，兰儿看了定也喜欢。好漂亮的金鱼，裴大人，这也是您在街上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前夜闲来无事，亲手扎的。上次是兔子，这次是金鱼。裴大人，你这一双杀人的手，扎灯倒是扎得挺顺手。娘子若是喜欢，下次我扎只螃蟹送来，只要你能开心，扎什么都成。裴大人，我阿娘已经快把你当亲儿子疼了。你这份收买人心的功底，北镇虎府里教过吗？北镇虎府只教杀人，扎灯是自学的，只为了收买这一颗心。你是北镇抚司的裴大人，今日怎跟变了个人似的？瞧后面那抬着的，那是聘礼吧？岳父、岳母，整整10台。今日吉时，小婿亲自去郊外列了这只大雁，连同这10台聘礼一同送上，请二老笑纳。这大雁是你亲手猎的，这羽毛都没乱，真是难为你这份心思。猎它不难，难的是怕惊了它，不够体面送给兰儿。
小姐，您快瞧瞧裴大人，他今日可真俊呐！他竟然连俊和都要亲手去猎。清河，你觉不觉得他今日的神情有些不一样？哪是不一样啊？裴大人眼里现在除了您，怕是连这10台聘礼都瞧不见了。你说，他是不是真的心悦我？那是治世的李首府，3朝元老啊！裴指挥使竟能请动他证婚。裴大人孤臣出身，能请动李首府，足见圣宠于手腕。这婚事，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娘子，专心些，小心脚下。失忆那3年的相处暂且不算，今日毕竟是我实实在在的头一回成亲。蓝妹妹，许久不见。四殿下千岁。你们都退下。四殿下，您贵为皇子，逗留臣妻房内，传出去怕是有损殿下清誉。规矩，蓝妹妹什么时候也开始在意这些东西了？我记得从前在御花园里，你为了追我放那只风筝，可是连父皇最心爱的墨石都撞翻过。那时候的程之兰，什么时候怕过规矩？你若是怕，当初就不会在普灵寺。蓝妹妹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是真心要嫁给裴和渊那个阎罗的吗？若你不愿意，哪怕大理已成，我也去求父皇。裴鹤轩再嚣张，也不敢抗旨。只要你点头，你还是程家嫡女。将来，将来如何？是在给我指一门好婚事，换您的宏图大业，还是打算休了宋氏，娶我这个3年前的弃子？蓝妹妹，你误会我了。3年前的事，我也是被逼无奈。我真的误会你了吗？这房里没有旁人，殿下何必再演这出戏？蓝妹妹果然是变了。3年前的你，可不会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是殿下变了。从您派人去普灵寺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是陌路人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裴大人，别这样！程之兰，你嫁给我，是不是特别勉强？我知道你心里恨极了我，用你父亲的命逼你答应嫁给我。兰儿，我这样的小人，一定是厌恶透了吧？裴鹤渊，我只想问一句话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呢？裴鹤渊，既然到了这一步，有些话我想同你说明白。你刚才问我嫁给你是不是特别勉强，我承认你确实骗过我，可若不是你，我和我爹未必能活到现在。桩桩件件，程之兰都记得。以后，也许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。兰儿，娘原以为这指挥使府定是个阴森可怖的阎罗殿，没想到这宅子竟置办得这般合人心意。听管家说，他是为了方便我回娘家，特意寻了离咱们家只隔2条街的这处。啊，原先还担心你嫁过来受气，如今看来倒是娘看走了眼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物件，若不是费了心思去淘换，哪能准备得这般齐全？兰儿，他对你的这份真心，我看呐，丝毫不似作伪。兰儿，跟娘说实话，裴鹤恨夜里也那般凶悍吗？
阿娘，你说什么凶不凶的？你这孩子就是床地之事。这是你们还没成？兰儿，你嫁进裴家都1个月了，都说新婚燕尔，再怎么冷淡的人也忍不住新婚1个月不碰新娘子的。兰儿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他是不是不行？啊，这我上哪儿知道去啊？哎呀，阿娘，别说这个了，晚饭应该做好了，咱们先吃饭。总算送走了。管家，裴大人呢？今夜还是在北镇抚司当值吗？回夫人的话，大人那边公文堆积如山，刚才遣人回来说，今夜大人还是不回来了。又是不回来，他这指挥使当真就忙到连家都顾不上了吗？老大，尚书府那边派了个小厮过来，说是程夫人亲自嘱咐送点东西给您。岳母，这个时间送东西过来？姑爷，这些药材是夫人特意抓的，说是让您务必按时服下。岳母大人可还交代了别的？没有了，小的告退。老大，卑职家中世代行医，这药味闻着好像不太对劲儿啊。说，这方子里全是阴阳护芭蕉天，这分明是治不举的猛药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，正巧赶上迎接娘子这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程夫人方才派人去了北镇府班，大张旗鼓的给我送了点补药。你可知道这药是送来治什么的？你先松开些，我快喘不过气了。娘子还没回答我，可知道岳母大人送的是什么药？岳母嘱咐让佩某务必服下，说是壮阳。壮阳？阿娘怎么当真派人去？听娘子的口气，这事儿你果然知情。娘子，你这般造为夫的谣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是个误会。娘子说的对，这确实是个误会。娘子对我误会颇大。娘子，现下全北站抚司的人都知道我不娶了，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当这个指挥者？那要不我去为你澄清一下？澄清？娘子打算怎么澄清？是去北镇抚司大喊，说我裴鹤臣其实厉害得很。那又怎么办？娘子，你哄哄我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若是再由着他这么僵持下去，今日怕是真的要……兰儿，裴大人，大人和夫人是不是吵架了？不像啊，倒像是见了生人似的，怪客气的。夫人，奴婢刚从李护卫那儿打听到个大消息。什么大消息让你这般乍入？今日
可是大人的生辰。他生辰？是啊，李护卫说，大人自幼父母双亡，这些年一个人在刀尖上舔血，从不过生辰。夫人，您要不亲手给大人做一碗长生面？我哪会做那些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奴婢可以教你呀。咱们去厨房。哎呦，我的夫人，这种粗活让老奴来就行了。您这万一伤上手，大人回来非拆了这厨房不可。都闭嘴！不过是碗面，我还不信治不了他。夫人，您别急，面粉里再添点水试试。我不做了。夫人，大人的生辰1年才一回，1年1回又怎样？他裴克轩凭什么要为他费这么多心思？清河，你这副表情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娘子说的对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娘子亲自下厨？你快放下，那面根本没法吃。是不是很难吃？是。咸了，面也没煮透。既然知道难吃，何必还吃得一口不剩？但我喜欢。为了这么碗东西，值得吗？生辰快乐，裴和元。你记着我的生辰。听李护卫随口提了一句。大人，宫里来人了，陛下急召10万火急。陛下深夜急召，定有要事。你在府中待着，莫要乱跑。等我。好。去。变天了！夫人，外面怎么全都是官兵？谁也不准上街，快关门啊！不得了了，听说是有人要反了。裴夫人，快进屋躲着吧。加球！去！阿爹！你跑出来作甚？现在外面多危险！阿爹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如今京中动荡，到处都有叛军余党，还请夫人即刻随尚书大人回府。别出门了，快回府。圣旨昨儿个就颁了，封了大皇子为秦王，四皇子为圣王。封王？按印朝惯例，一旦封了王，那不就意味着他们彻底跟那个位置没资分了。斗了这么多年，可谁能想到，在陛下眼里，他们不过是2出唱烂了戏的跳梁小丑。陛下命他们3日内离京，去往各自封地。可刚刚密报传来，四皇子停在了天霞关，大皇子停在了乌庸道，2处的兵马都在往他们那儿集结。他们不肯认输，这是要带兵打回京城。京城要乱了。裴和渊呢？夫人，大人奉旨出京平叛了。如今战事吃紧，归期不定。大人交代过，京城近来不太平，您千万保护好自己。评判。夫人，奴婢听前头的人说，这一仗打起来凶险外翻。裴大人虽然厉害，可那刀剑毕竟不长眼。清河，你说他这人是不是挺傻的啊？夫人，您说谁？裴大人吗？明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指挥使，
临走前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求顿好的？离京前还没吃上一碗像样的长生面呢。夫人，您快瞧瞧吧，这又是怎么了？账目不对。今儿个一早我去米铺，那一斗米已经涨到了300文，即便揣着金子去，掌柜的也只肯卖这一小袋。全京城的人都疯了似的在囤货。听说城门外已经见到了叛军的斥候，现下天一擦黑，街上连个鬼影都没有。300文一斗，这京城的人心，怕是比米价还要乱了。阿爹，宫里今日可有消息？裴和渊那边……别问，在府里待着，锁好门户，无论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，都不要开门。流言说秦王离京城只剩300里，圣王已经拿下了潼关。阿爹，难道城门真的守不住了吗？乱世将至，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了。程大小姐，陛下有密旨，宣你即刻入宫。臣女领旨，不知公公可知，陛下是为了……不要多问，马车就在府外。起来吧，抬起头来，会画画吗？回陛下，臣女略通一二。过来。臣女才疏学浅，怕坏了陛下的墨宝。怕什么？画坏了，朕又不治你的罪。哈哈哈哈，有点意思。裴和渊那小子说你有趣，看来倒真没骗朕。裴和渊前2日来跟朕复命，朕问起他的婚事，他跟朕说他的新婚妻子很有趣。他说你敢给他下药，敢放火烧他，甚至敢指着他骂是朕身边的一条走狗。陛下，臣女当日失了心疯，才胡言乱语，绝无藐视朝廷、不敬陛下之意。朕若真要治你的罪，你今日便进不了这御书房。朕说了，朕没怪你的意思。裴和渊这把刀，朕用了很多年，他从不违逆朕的旨意，唯独3年前，当年朕授意他潜伏在老四身边，不要过早冒头引人怀疑，可他却自作主张，在秦睡面前争了一桩刺杀任务。刺杀任务？朕当时问他，为何要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去抢这桩差事？他说，这桩差事只有裴某接了，程之兰才能活下来。说谎了，裴和正对我说了谎，什么崖边一见钟情，全是骗人的。这2天京城恐生变故，宫外乱得很，你就留在宫里吧，朕会遣人好烧照料。臣女叩谢圣恩。程之兰，朕突然想起一事，你可知裴和渊在朕赐名之前叫什么名字？臣女不知。朕当年在锦衣卫万人训练场里选中他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叫他张建奴。竟然是你！原来早在13年前，我们就见过了。兰儿，静心听经，莫要顽皮。阿娘，兰儿心口闷，想去廊下透透气。阿娘肯定找不着我。给我搜，每一个旮旯缝都别放过！那小杂种肯定还藏在庙里，偷了主家的东西还敢跑！等老子抓到他，非先打断他的狗腿不可！我没偷，我信你。头这边，供桌下面也看看，这红布垂得这么严实，准藏了人。啊！吓死我了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哪来的野丫头，在这哭丧呢？闭嘴！坏人长得这么丑，还吓唬人！
哎呦，这位夫人，你误会了，小人们是在这儿寻东西呢。寻东西？我不管你们寻什么，惊了我女儿便饶不得，滚！夫人，这雨太大了，左边轮子陷进烂泥坑里了，马儿使不上劲儿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总不能在这儿淋着。夫人，得请您和小姐先下来，车子轻了，小的才好把她推出来。罢了，兰儿，披上衣裳。不用下，坐在车里，这马车能出来。甩一鞭子，快！走你！这孩子当真是个心思灵巧的。等一下，你别走！你帮了我们大忙，还没说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贱奴！你说什么？张贱奴，我叫张贱奴。你这名字不好，你生得这么好看，眼神也亮，这种名字一点也不配你。那你说我该叫什么？阿爹的书房里有一幅画，画里的仙鹤飞得可高了，你就该像那画里的仙鹤一样，飞得比谁都高。程小姐，您怎么了？人到底要脱几层皮，才能换副模样，重新站在故人面前？裴指挥使出京平袍已久，程小姐难道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安危？陛下运筹帷幄，料事如神。我夫君是为陛下由冲锋陷阵，他相信陛下，我也相信陛下，此战必胜。程小姐，大姐，京城之血了！秦王已在乌康道身死，圣王被活捉，现在已经押解进京了。哟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齐河都洒了。裴指挥使可随队伍一块回京了。回娘娘，裴大人的先头骑兵已到京城50城外，正穷速往城门赶呢。娘娘见谅，臣女失仪了，改日再来谢罪。嘴上装的那么淡定，实际上啊，这心里比谁都担心，比谁都紧张。夫人，陛下吩咐小人送您回尚书府。不回府，调转码头，我要出城。出城？去北城门迎大军，立刻！夫人，这雨实在太大了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歇脚，等雨小了再……不用，继续走。夫人，坏了，这右车轮陷进死泥坑里了。别废话了，我下来，你在前面牵马，我从后面推试试。哎呦，我的夫人，您前进直去，哪能下地踩着泥汤子？这雨……哟，这是谁家的夫人？大下雨天不在家待着，偏要跑到这荒郊野岭里来淋雨。等着。起。这位壮士，帮了本夫人这么大的忙，想要多少报酬？不要报酬。哦，分文不取，为何？因为这位夫人貌美如花，在下对其一见倾情。